Hi church, this is Wembo from McMaster region. Today I'm going to share John chapter 11 verses 1 to 19. Hope you don't mind, but I'm going to share in my native language. You should be able to see the translation in the caption below. So here we go. 本文中出现的拉撒路的复活是本书所记载的7个神迹的最后一个神迹，也是最意义非凡的一个。这件事除了让相当部分的曾经背叛过耶稣的犹太人回到了耶稣身边，而且不同于之前的神迹，比如说让瞎子看见或者让瘸子走路，这个神迹让死人复活，所以它还彰显了耶稣是生命的主宰。这个神迹本身也和基督受难和复活十分相似，预示了耶稣的十字架之死和复活。第3节，她姐妹2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玛利亚十分相信耶稣，所以弟弟病重时，她便向耶稣求助，相信耶稣可以医治。我们基督徒也可以从圣经以及别人的生命里认识耶稣的大能。所以说，当我们绝望的时候，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不要总想着靠自己人的力量解决问题，而要仰望信靠神，他必然会赐予我们能力。第4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：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所以我们无论身处任何困境，最后都可以荣耀上帝。无论当时环境多么恶劣，主都可以化险为夷。所以下次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你是埋怨上帝，还是把困难看作荣耀上帝的机会？5到6节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住之地仍住了2天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耶稣只待了2天？为什么不立即出发拯救拉撒路？是不是让你想起了生活中我们一直祷告，但是总觉得主没有回答，或者及时应许我们的请求？当我们看到17节，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耶稣在他们出发前就已经甚至知道了拉撒路的死亡。所以说，当上帝没有立刻回应我们时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耐心地等待他的安排，因为他能看得比我们更远，所以会按照自己完美的安排和旨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7到10节，然后对门徒说：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门徒说：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耶稣回答说：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；若在黑夜走路，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这部分我的感触也很深。犹太人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这让我想起了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显克维奇《你往何处去》书里的一段故事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当古罗马暴君尼禄开始迫害基督徒，开始焚烧城市的时候，众人力劝彼得离开罗马，来远离这杀害。其实也情有可原，毕竟大家想将福音保留并传扬下去。所以彼得在众人的劝说下，最终选择了离开罗马城，离开了那些正在罗马城受难的信徒。然而就在他到达罗马城外的时候，他抬头忽然看见了主耶稣的影子，向着罗马城反方向走来。彼得跪倒在地上问道：主啊，你往何处去？主回答道：因为你离开了我的子民，我现在要到罗马去重塑十字架。彼得顿受感悟，转身毅然地向罗马城走去。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都知道了。在殉道前，他对行刑的罗马士兵说：请把我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我主曾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不配像他一样受死。这里耶稣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态度也十分令人动容。最后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行走就不是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。正如约翰1书1章5节所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光要照亮人生的道路，要照亮周围的黑暗。人从前是有罪的，是在黑暗中的，但是现在在基督里面是光明的。上帝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跟随上帝的光，世界将不会是一片混沌，人生将会有秩序。